他无意间发现一个千亿商机，表面上看似不起眼的寺庙，仅是一个上午筹集的善款就高达2200万泰铢，一年下来甚至狂揽超100亿。他不禁突发奇想，如果能设法将这些善款纳入自己的口袋，那该是怎样的快乐？他第一时间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好友。กูจะพาพวกมึงดู business model ที่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มายาวนานต่อเนื่องกว่า 2,000 ปี在泰国，超过95%的人都信教，上到富豪政客，下到平民百姓，哪怕是穷得吃不上饭，信徒也会拿出一部分钱捐给寺庙。而当他们生病或者出现心理问题时，相较于昂贵的医院，他们更愿意把钱送给更便宜、更方便、受众更广泛的寺庙。更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种类的寺庙还会不定期推出各种活动和募捐理由，让那些虔诚的信徒们心甘情愿地掏钱。 S อยู่ที่ 30,000 บาทหรือน้องสนใจจะเป็นแพ็กเกจ VIP 230,000 บาทดีครับ VIP นี่ได้อะไรบ้างเหรอคะ จะดูหลากกว่าเท่านั้นครับ 而整个泰国一共有4万多座寺庙，从来不会有人刻意去关注这些寺庙究竟挣了多少钱，更不会去追问这些善款最终都去了哪里。就算是有极少数寺庙敛财被逮到的案例，最终也会不了了之。这无疑是全泰国最赚钱、最低成本、最没有风险的生意，因为以信仰为基础的捐赠是无法计价的。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摸排后，阿胜几人找到了突破口。寺庙的收入几乎都是现金，而这些现金通常会交由专门的工作人员管理。佛陀是超脱世俗的，但人类却是可以被收买掌控的。只要他们抓住这个人心漏洞，就可以趁机大捞一笔。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十分困难。三人的年纪太小，想要成为人们心中信奉的高僧，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更重要的是，就算是建造一座普通的寺庙，也需要一笔堪称天文数字的资金，绝非他们目前所能承担。可这还远远不够，除了资金之外，他们还必须拿到政府的各种批文，才能够合法的经营寺庙。但对此，阿胜早已有了主意。 เราไม่ได้จะสร้างวัดแต่เราจะยึดวัด 他的计划十分简单，去找一座效益不太好的寺庙，不仅要重新打造品牌，做大做强，还要运用现代化营销手段去吸引更多的受众，创造更多的收入渠道，完完全全将这座寺庙当成一家现代化的公司来运营。毕竟这方面他们是专业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的风险极大。可他们身上背负着2500万泰铢的债务，并且月息高达200%，他们还必须要在1个月内还清。如今已然没有退路。其实就在几天前，三人还在为了刚刚联合创办的游戏公司成功上市举杯畅饮，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昨天还在持续上涨的股票，今天竟然暴跌了90%，就连他们呕心沥血研发的游戏，如今点开也只剩下一堆乱码。这不仅意味着刚成立的公司要面临倒闭，还要偿还从高利贷公司借来的2500万泰铢的启动资金。牛班第一时间想起来给公司的技术人员打电话，可无论如何拨打，电话那头却始终提示无法接通。正当三人还在为此焦头烂额时，高利贷公司这时打来催收电话，对方直言已经得知了阿胜公司面临破产的消息，对方要求三人必须在1个月内还清债务，否则按照合同约定，还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20%的利息。阿胜结合种种迹象，突然意识到他们如今面临的情况必定是公司技术人员和高利贷公司联合布下的一个圈套，目的就是让他们无力还款，进而收取更多的利息。 แล้วถ้าพวกเราพิสูจน์ได้ว่าพวกคุณเป็นคนแฮกอะผมว่าหลักฐานเรื่องนี้หาไม่ยากนะ 尽管电话那头的人并没有正面回答阿胜的问题，可以间接验证了他们的猜想。但就算是这样，3个无权无势的年轻人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吃下这个哑巴亏。而当下最要紧的事情，还是想事情偿还那笔债务。到了深夜，阿胜依然没有离开公司，他还在想办法凑齐资金。可就在这时，房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那是2个戴着头盔的男人。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但此刻的阿胜却无路可逃。那2个男人在强行破开房门进来后，便开始疯狂地打砸公司里的一切，就连阿胜也惨遭毒手。收到消息的其他2人第一时间赶到公司，看着眼前一片狼藉的样子，3人都意识到高利贷公司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偿还债务。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3人想尽了一切能搞钱的办法。阿胜则是背起行囊回到了母亲的身边。面对母亲的关心问候，阿胜只能谎称脸上的伤是骑摩托车不小心摔倒的。刚一坐下来，阿胜就问了母亲一个问题： ถ้าวินจะไปอยู่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ไปปะ แล้วพ่อละวิน 原来在阿胜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莫名失踪了。多年以来，警方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因此母亲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信仰上面。所以平时母亲还会主动帮寺庙清点整理善款。看着后备箱那一包包现金，如今缺钱的阿胜也难免有些心动。他主动帮母亲将善款放到后备箱后，阿胜这一次也鬼使神差的跟着母亲一同来到寺庙。等待中，他无意间瞥见滚动的数字，这才有了接管寺庙赚钱的疯狂想法。 กูรู้นะเว้ยว่ามันเสี่ยงอะแต่มันเสี่ยงกว่านี้แน่ถ้าเราไม่ลองดู เอาว่าเอามึงบิ้วขนาดนี้แล้วอะ
一场以信仰为筹码的赌局从这一刻起正式开盘。他们现在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从泰国几万座寺庙里选出一座能为他们所用的。阿胜首先排除了规模较大并且香火旺盛的寺庙，因为往往这种寺庙都会有一个很大的管委会，里面的人更是早已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根本轮不到3个小年轻插手。事实也正如阿胜所料，牛班提议，既然曼谷行不通，他们可以去郊区看看，但一番查探下来却依然不行。一个直径不足1公里的居民区里就有超过7家寺庙，竞争实在太过激烈，稍微有看得上一点的寺庙却还要面临重盖翻修的问题，一想到需要那高达几百万的资金，3人便果断放弃。还有些寺庙，当阿胜说明自己的来意后，住持一眼就能看穿他们想要敛财的想法。พวกมาศาสนา 所以一整天跑下来，3人屡屡碰壁，根本没人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牛班甚至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说实在不行，大家还是一起跑路算了。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莎莎无意间看到一座隐藏在路边的破败寺庙——普兰寺。3人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开车驶了进去。刚一进到寺庙，他们就知道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这座寺庙尽管看起来比较破旧，但是建筑物却保存得十分完好。他们只需要简单的粉刷就能重新投入使用，并且场地还足够宽敞。简直是他们的不二之选。于是3人沿着院子往里走，终于在大殿的门口看到一个吹着口哨擦拭佛像的男人，他是这座寺庙的义工阿唐。一开始牛班谎称他们是来寺庙祈福，旁敲侧击的想要阿唐引荐住持，但阿唐却表示住持最近身体不太好，寺庙里的大小事务现在都是他在负责管理。看着眼前这个略显古怪的男人，牛班还在纠结于要不要和他开口谈合作的事情。眼看着阿唐跳着奇怪的舞蹈就要离开，3人一番商议之后，决定先对阿唐试探一番。于是牛班拿着信封主动找到阿唐，表示想要给寺庙捐赠一笔善款。这一次牛班没有再提引荐住持的事情，在将现金递给阿唐后，牛班便果断转身离开，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拿到善款后的阿唐下一步会做什么。在看着阿唐驾车离开寺庙后，3人立马驾车跟了上去。阿唐的汽车最终停靠在一家酒吧门口，3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虔诚的教徒在拿到善款后竟会第一时间来到这种地方。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3人刚找到位置坐了下来，就听见话筒里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ไอ้เด็กเหี้ยมึงตามกูมาจะมีเหี้ยอะไร？”原来阿唐从一开始就发现了3人的目的不单纯，更是早早的就发现了他们在跟踪自己。看着对方那气势汹汹的样子，牛班和莎莎都打起了退堂鼓。阿胜见状，直接从口袋里掏出装着4万泰铢的信封，轻轻的放到桌上，开门见山的表示他们是来谈关于寺庙生意合作的。听到这番话，阿唐看向3人的眼神里充满了警惕，同时还有一时掩盖不住的好奇。阿胜坦言，他们想要接管寺庙，并且想要聘请阿唐作为寺庙的顾问，帮助他们开发和重新打造普兰寺。整个泰国有几万家寺庙，只要能为普兰寺争取到1%的市场份额，就足够让在座的所有人发财。看着阿唐似懂非懂的样子，牛班补充道：“ง่ายๆเลยนะก็คือหากินกับวัดนะครับ ง่ายๆเลยนะคือพวกเราเนี่ยจะเข้ามาบริหารวัดให้วัดมันดังแล้วคนแห่กันมาเท่าไหร่ เงิน อ๋อแล้วก็พวกผมเนี่ยยินดีจะจ่ายนะที่ 40,000 บาทต่อเดือนยังไม่รวมโบนัส。看到真金白银的阿唐，眼睛都直了，但嘴上却还是一通斥责，装作大义凛然的样子。在他看来，这种事是对信仰的亵渎。阿胜本以为阿唐不想合作，他刚想要拿回信封，却被阿唐一把按住。实质上，阿唐早已意识到阿胜所谓的生意必定非常赚钱，贪心的他只是想以此来争取更多的利益。双方一番友好的讨价还价后，最终达成共识。阿胜承诺，除了固定的每月4万泰铢外，还会额外分给阿唐寺庙10%的纯利润。就这样，一场关于寺庙的生意在灯红酒绿的酒吧里谈成。什么清规，什么信仰，在真金白银面前瞬间变得一文不值。第二天一早，阿胜3人便带着一大批物资，在阿唐的引荐下找到住持。住持一边喝着矿泉水，一边听着阿唐在一旁诉说着3个年轻人的想法。牛班甚至拿出提前准备的 PPT， 在住持面前大谈特谈他们的计划。不过还没等牛班说完，就被住持挥手打断。他表示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对这些新鲜事物并不了解，于是决定将寺庙的所有事都全权交给阿唐来负责。事情的进展要比3人预想中更为简单，接下来便是对寺庙的翻修和营销。阿胜计划3步将承包的破败寺庙起死回生。第一步，对整个普兰寺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翻新。俗话说，人靠衣装，马靠鞍，寺庙也同样如此。但这一切离不开巨额资金的支持。为此，阿胜咬着牙卖掉了价值远不止8万美金的股票。牛班也倾尽所有，拿出了压箱底的全部积蓄，再通过
过莎莎找到装修公司的好友，谈成了寺庙装修的最低价。就这样，在他们赌上全部身家的情况下，普兰氏很快就迎来了改造。但这还远远不够。阿胜计划的第二步，从寺庙的门口到大殿，每隔一小段距离就设置一个功德箱。如此一来，就能让信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随心所欲的捐款。除此之外，阿胜还特意遵循现代年轻人的习惯，在寺庙的每个捐赠箱旁边都放上更便捷的收款码，甚至还搭建了线上捐款链接。如此一来，哪怕信徒足不出户，也依然能在线上云捐款。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在阿唐的连哄带骗之下，让普兰氏住持签下了项目同意书。只有这样，他们所有人的努力才有了合法的保障。在改造的过程中，他们还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大殿外的雕像下巴位置竟被一群蜜蜂做了巢穴。阿唐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弄掉，但阿胜在看到这个蜂巢后，眼睛都亮了。这哪里是蜂巢，分明就是摇钱树。他们完全可以在上面做些文章，以此来吸引信徒们捐款。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众人就忙于寺庙的翻修工作，到了晚上便齐聚酒吧举杯畅饮。而他们之所以要如此着急地将寺庙重新翻新出来，其核心目的是为了利用即将到来的节日圈钱。短短的几天时間，原本破敗不堪的普蘭氏就徹底變了個樣子，硬件改造終於算是完成了，可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ป้าทำไมไม่มีคนมาเลยอะ ป้าขอเพลงหน่อยได้ไหมอยากฟังเพลงแก้เซ็ง ได้ 三人原本以为改造完成之后，信徒们就会络绎不绝，可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巴掌。一整天下来，来寺庙的人却是寥寥无几。更重要的是，这些信徒大部分还不是为了捐款，而是为了领取寺庙免费提供的水。随行的小孩哥们甚至将寺庙当成了玩耍的游乐场。三个小年轻彻底慌了神，他们在寺庙的改造上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如今不仅没能迎来预期的善款，还要思考该如何面对月底即将到期的高利贷。就在三人一筹莫展之际，饮料瓶上的图案突然引起了阿胜的注意。原来瓶子上代言的人是莎莎的前任，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突然，一个大胆而疯狂的想法在莎莎脑海中成型。 พรีเซนเตอร์ไงมึง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หาแบรนด์แอมเลยคอนหนิงให้วัดเนี้ยเพื่อที่จะสื่อสารกับทาร์เก็ตเราโดยตรง 莎莎的这句话直接打通了阿胜的任督二脉，他瞬间顿悟，寺庙的生意本质就是粉丝经济，而高僧就是这个 IP 的核心，那些信徒就是粉丝，他们心甘情愿的掏钱，更多的原因是为了追随自己认可的明星高僧。三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现在要找到一个合适的高僧，将他打造成为普兰氏的专属 IP。说干就干，三人立马展开行动。但看着网上那些高僧的视频介绍，让阿胜不禁感到有些头痛，要么是口齿不清，毫无气场，要么是长得歪瓜裂枣，难以让人信服，甚至还有前半段还好好的念经，后半段就开始带货的高僧。眼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这时莎莎提议，或许可以找那位韩国欧巴混血的东元法师。俗话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说不定现在的年轻人就好这一口。 กูหาให้ อาตมาเป็นพระเช่าต่างชาติ เฮ้ยโอป้า 看着视频里讲着韩语和泰语的东元法师，三人立马敲定，这就是他们要找的目标。但对于这样有名气的高僧，几人都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否顺利说服对方过来帮忙。于是阿胜决定分头行动，莎莎负责在普兰市安排一些活动以制造人气，而他和牛波则负责去找到东元法师。但刚一抵达就遇到了大问题，由于东元法师的名气太大，来找他的人是络绎不绝。就算阿胜表明想要大额捐款，却还是被工作人员告知要排队到1周后。于是牛波急中生智，他提着饮料，凭借帅气的外表，主动和预约上号的老姐姐们搭上话。在他的3寸不烂之舌下，成功混进了东元法师的会员群。老姐姐们甚至答应第2天就带着阿胜和牛波去聆听东元法师讲道。可当第2天二人赶到现场时，却发现台上讲道的并非东元法师，而是一个不认识的僧人。直到牛波打开手机，才发现自己忘记关闭飞行模式。原来昨晚老姐姐就发来信息，东元法师今天要去曼谷参加一个产品代言拍摄，他没有时间前来讲道。就在2人刚想要离开时，就听到讲台上传来一道如同天籁般的声音，温柔而具有力量。讲台上的多尔法师正生动地讲着自己对教的理解，并一步步引导着台下的信徒们进入冥想状态。就连一向唯利是图的刘波手臂上都忍不住起了鸡皮疙瘩，阿胜更是忍不住沉浸到了这种平静的氛围中。 เฮ้ได้กูจัดว่ะ ASMR อะไรวะ เอาคนนี้ละ 讲道结束后，二人当即决定由多尔法师代替东元法师。趁着给老奶奶提东西的机会，阿胜从对方口中意外了解到，多尔法师一直有个心愿，修建一座精修亭供他修行，但寺庙住持总会以各种理由推脱，因此几年下来，这个工程依然没有任何进展。这让原本就在考虑该如何接近多尔法师的阿胜立马嗅到了机会。他计划利用修建精修亭的契机，尝试说服多尔法师去他们的寺庙讲道。于是二人立马带着设计图拜
访了寺庙住持，在得知阿胜两人想要以无偿修建兼修亭的方式戒掉多尔法师出山3个月后，住持也没有任何意见，搞定了住持，多尔法师也就没有了拒绝的理由。当阿胜两人带着多尔法师回去时，普兰寺已经被莎莎经营的热闹非凡。他不仅在寺庙的广场上引进了跳蚤市场，甚至还举办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歌唱比赛。看到这一切的多尔法师尽管有些抵触，却也并没有多说什么。初来乍到的多尔法师第一时间拜访了普兰寺的住持，在得到应允后，便在普兰寺定居下来。第二天一早，阿胜便请来了专业的摄影团队，他计划接下来就把多尔法师打造成普兰寺的明星。一方面，阿唐开车带着多尔法师的照片在小镇上大肆宣传；另一方面，牛班则在各大网络平台上发布了消息，以至于多尔法师讲道当天，不少信徒都慕名而来。在听完讲道后，更是对多尔法师赞不绝口。จริงๆนะป้าฟังรู้เรื่องบ้างไม่รู้เรื่องบ้างแต่พระท่านน่ะน้ำเสียงกังวานไพเราะฟังแล้วสบายใจแล้วก็หล่อดีป้าชอบ 牛班甚至开启了抖音直播，以此来进一步扩大多尔法师的名气，效果立竿见影。寺庙每天收到的善款呈指数级上涨，金额一天比一天可观，但这还远远没有达到3人的预期，因为按照现在的收入速度，依然无法做到在月底前还清债务。他们计划接下来在各大网络平台投放大量广告，以此来吸引更多信徒祈福捐款。贪得无厌的阿唐甚至提出想要提高寺庙的停车费，想以此来增加额外收入，却被阿胜一口否决。毕竟那只会影响信徒们的积极性，就像是停车场收费的商场和不收费的商场，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好感度有着天壤之别。一旦开始收费，只会把信徒推向其他寺庙。随着多尔法师的名气越来越大，阿唐也发动自己的人脉，甚至拉来了一个当地的赞助商。这个看似为寺庙带来了更多收入的机会，却在后面会给寺庙带来天大的麻烦。除此之外，为了能进一步提高普兰寺的信徒数量，营造香火旺盛的假象，阿胜甚至还将自己的一群狐朋狗友全部拉来寺庙剃度出家，让他们成为普兰寺挂名的假和尚。果然，随着寺庙里的僧人越来越多，牛班投放的广告力度越来越大，前来普兰寺的信徒也就越来越多。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普兰寺的招财树都卖到了脱销，善款更是源源不断的流入了他们的口袋。由于寺庙所有的善款都由阿胜负责，如今他终于能够摊上一笔资金偿还债务。可尽管商人已经足够努力，但面对2500万并且利息高达200%的高利贷，牛班拿来的500万泰铢还不够偿还利息的零头。他们现在一共还欠高利贷公司4500万泰铢，这也意味着他们想要在月底之前还清所有债务，就必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更加疯狂的贪钱才行。但命运似乎在和商人开玩笑。这天晚上，阿胜在寺庙中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孔，于是他连忙跟了上去查看。在住持的介绍下，阿胜才得知眼前这个僧人是刚从曼谷进修归来的艾卡法师。尽管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交流，可看着艾卡法师盯着自己的眼神，阿胜总有一种来者不善的感觉。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更麻烦的是，僧人费尽心血打造出来的网红寺庙已经被其他的同行盯上。为了搞垮这家起死回生的普兰寺，他当晚就找来一群小混混，驾驶着摩托来到普兰寺外炸街，故意扰乱信徒们的清修。扰事牛班气得怒吼连连，对方不仅毫无收敛，甚至还掏出手枪示威，随后才嚣张的扬长而去。偶尔一次还好，但持续1个星期依然这样，普兰寺上上下下无不感到头痛不已。在看完监控画面后，艾卡法师立马意识到，这显然是寺庙名气起来后惹来了其他寺庙的不满才招致的报复。而寺庙外被人为涂鸦破坏的宣传海报更加印证了艾卡的猜想。他甚至断定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定然就是马里寺庙的住持，只因海报上的女人真是阿唐刚拉来资助普兰寺的一员，而他曾经是马尼寺庙最大的支持者。谈话间，一辆由精神小伙驾驶的皮卡故意制造出最大的动静扬长而去。尽管知道了背后的主使，艾卡法师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马里寺庙是本地最大的头头，以普兰寺的实力只能忍气吞声，但牛班却不这么认为。如此扰乱寺庙信徒的清修，无疑会拖慢他们敛财的速度。他原本只是想找义工问问马里寺庙的情况，却不料竟还有意外收获。วัดอะไรนะทองมณีทองอะไรนี่ไหมวัดหลวงเจ้ใช่ป่ะพี่หลวงเจ้พี่มึงหาไว้ได้ไงเนี่ยกรุ๊ปเด็กวัดอะพี่มีหมดอะอยากได้อะไร于是牛本打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来到小镇上最热闹的网吧，并花了2万泰铢包下整晚，以宴请全场顾客免费上网。不过条件就是让他们充当水军，在网上散布马尼法师的黄文，并疯狂点赞、评论、转发，以此来制造最大的舆论影响力。效果立竿见影，一夜之间马尼法师彻底名声扫地，甚至还有一些激动的信徒在马尼寺庙前拉起了侮辱性横幅。这个看似大快人心的举动，却在不久后给阿胜
圣三人带来巨大的麻烦。而当下，他们还要面临另一个麻烦是，先前为了扩充寺庙的僧人数量，阿唐将他的狐朋狗友都邀请过来，这普兰氏当了挂名的假和尚。可这些人都只是为了钱而非信仰，因此三番五次的在寺庙因为争抢信徒的香火钱而大出手，这也惹得艾卡法师极度不满。在得知那些人都是阿唐的好友后，艾卡便对他特别关照起来，不仅直接收走了原本有阿唐保管的善款，还特意找到阿胜，以经点进去寺庙的账本。尽管账本上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但此时的寺庙里却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男人不是别人，正是马尼寺庙的住持。牛班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却也无能为力。马尼法师第一时间将普兰氏住持叫到了小屋，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友好交流后，阿胜团队三人被主持叫进了小屋。主持刚一开口，就是对他们近期为寺庙做出的贡献表达了深深的感谢。牛班一听，瞬间就明白了，这分明就是住持想要和他们撇清关系。นี่มันยังไงครับเนี่ยคือหลวงพ่ออยากจะได้ส่วนแบ่งเพิ่มหรือว่าแบ่ง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ไม่พอเงี้ยครับไอ้เจมส์พวกโยมเห็นท่านเจ้าคุณทรงชัยที่ออกไปเมื่อสักครู่นี้ไหมท่านเป็นเจ้าคณะอำเภอที่ดีท่านมาบอกอาตมาให้หยุดและให้เราเลิกจัดงานกลางคืนที่กำลังทำกันอยู่ให้เหลือแต่งานบุญ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พอแล้วท่านก็จะส่งคณะสงฆ์มาตรวจสอบวัด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อาตมานะถ้าอาตมาไม่ทำแบบนี้อาตมาก็ต้องไปอยู่ที่อื่นเหมือนกัน事已至此，阿胜三人尽管心中有再多怨言，也只能无可奈何。当下最要紧的，还是想想在离开寺庙后该如何搞钱偿还那即将到期的高利贷。那伙人的厉害，他们先前是见识过的。事情的发展似乎已经到了无法逆转的地步。就在三人为此焦头烂额时，当天晚上，事情就迎来了转机。艾卡法师在巡逻时，无意间发现了昏迷倒地的住持，同时还看到了一旁满脸震惊的阿胜。住持被第一时间送往医院，但奇怪的是，对于阿胜为何会半夜出现在住持房间，艾卡并没有过多追问，甚至还对阿胜第一时间发现住持表示感谢，并且由于接下来的几天时间，艾卡需要在医院照顾住持，难免有些分身乏术。为此，他决定在这几天里依然将寺庙的运营权交给阿胜三人。本应该感到高兴的莎莎和牛波，在发现阿胜的反应有些异常后，也难免心生狐疑。มึงว่าพี่วินมันไปทำอะไรที่กุฏิหลวงพ่อกิ้วอะ一周后，住持稍有恢复，便被重新送回寺庙。而多尔法师也到了3个月的约定期限，他即将回到原来的寺庙修行。多尔法师在和住持告别后，正准备离开时，莎莎主动找到他，诚恳地感谢多尔法师近期在工作上的巨大支持，字里行间中更是透露出想要他留下来的意思。听到这话的多尔法师停下了脚步，似是在短暂思考什么后，便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般离开。随着寺庙的经营逐渐步入正轨，阿胜他们的第2笔贷款也顺利偿还，眼看着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时，却不料贪得无厌的阿唐竟偷偷在寺庙里做起了面粉生意。最重要的是，这时还被巡夜的艾卡法师逮个正着。于是第2天，在他的举报下，阿唐带来的几个挂名假和尚被警方逮了个一干二净。由于是受人尊敬的僧人贩毒，电视台的记者纷纷前来报道。随着事情的不断发酵，霎时间普兰氏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夜之间，原本门庭若市的普兰氏再次变回了往日门可罗雀的模样。好消息是，通过艾卡法师的不断努力，警方并没有撤销寺庙的经营权，并且艾卡法师也愿意继续和阿胜三人合作。但坏消息是，几天时间下来，功德箱里只有可怜的几块钱善款，这也让众人隐隐嗅到了危机。直到阿胜无意间瞥见猫脖子上的项链，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敛财计划。มึงคิดว่าไอ้ไข่ได้เงินเท่าไหร่ง่ายๆพันล้านนะเผลอๆแม่ง10,000 ล้านด้วยเราจะทำวัตถุมงคลกัน与其坐等信徒主动上门捐善款，不如让寺庙售卖护身符赚钱。但想要让信徒心甘情愿的买单，他们计划先给护身符编造一个让人信服的故事，再去请一个高僧代言。三人一拍即合，寺庙外那尊下巴被密封筑巢的雕像，就是现成的故事素材。金风筑巢，祈福纳降，这样的寓意简直不要太多。可至于找哪位高僧代言，这让几人顿时犯了难。收费低的僧人没有名气，而出名的他们又请不起。正当几人还在为此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住持的房间里行礼，竟是前不久刚离开的多尔法师。实际上，多尔法师在回到自己的寺庙后，便主动找到住持请罪，因为他发现自己竟在不知不觉中爱上了莎莎，就连念诵经文时，脑海中也会不断出现莎莎的身影。到了晚上睡觉时，更是会梦见和莎莎相处的暧昧场景。这一刻，多尔法师的道心彻底混乱了。在从住持口中得知普兰氏出事的消息后，他便毅然决定换个教派，进而才带着行李来到普兰
然是，尽管阿胜几人想不通为何多尔法师会主动回到这里，但他们可以肯定的是，多尔法师就是护身符代言人的不二之选。于是阿胜便让莎莎去找他沟通。在看到莎莎的那一刻，多尔法师心中不禁有些激动，但终究是出家人，他没有表露自己的爱意。可对于代言这种力所能及的帮忙，再加上是莎莎开口，多尔法师想也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下来。而阿胜这个关于护身符的计划，也成功得到了暂时担任住持的艾卡法师的全力支持。同时，鉴于牛班的工作能力突出，艾卡法师还特意将他提拔为住持助理。牛班想也没想就在上面签了字，但实际上正是这份任命书，日后差点让他陷入牢狱之灾。由于近期寺庙的效益不好，牛班这次分期偿还的贷款太少，被高利贷公司的人直接用枪顶着脑袋。ใจเย็นก่อนนะไม่มีอะไรคุยกันได้ 随后，放贷人甚至还不讲道理的将贷款提高到了没有还钱时的金额。牛班看着账单上那高达4300万泰铢的贷款时，也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吞。麻烦总是接踵而至。就在牛班准备开车回家时，通过后视镜，他发现后面的越野车一路上都在跟踪自己。为了弄清对方的身份，牛班一个猛的加速就倒车撞了上去。从保险员那里看到对方的警察身份后，牛班不禁被吓出一身冷汗。这无疑是意味着警方已经盯上了他们。被吓破胆的牛班第一时间找到阿胜。可得知消息的阿胜却不以为然，即使他们确实在利用寺庙敛财，但警方手上肯定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否则也不会选择跟踪这种方式。他们当务之急还是抓紧生产护身符。随着大量资金的投入，他们设计的护身符也顺利生产出来。但让阿胜没有想到的是，几天时间下来，竟然一个都没有卖出去。更麻烦的是，这时牛班还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上面是自己1岁大的外甥女照片。他立马意识到这是高利贷公司发来的威胁。此刻，他对家人的担忧到了极点。牛班立马找到阿胜，希望能够停止生产护身符，转而抽出一笔资金先偿还高利贷。但阿胜却持相反意见，他计划加大力度生产第2批护身符，再将第1批包装成限量稀缺的噱头，以高价出售。听到这番话的牛班彻底愤怒了。กูไม่น่าเชื่อมึงได้ทำวัดนี่ละแล้วมึงอยากทำอะไรนะเชิญทำเลยกูไม่ทำแม่งแล้ว พูดจบแล้วใช่ปะว่ามึงหรือกูกันแน่ที่พาในทุนเฮียนั่นเข้ามาฝันให้ทำเหรียญเฮียอะไรนั่นน่ะกูแก้ปัญหาให้มึงอยู่นี่ไงมึงคิดว่ามึงไม่อยากทำสิ่งนี้คนเดียว ว่ามึงแก้ปัญหาอยู่คนเดียว ดีอะมึงโทรสั่งโรงงานเลยอีก100,000 ชิ้นถ้ามึงไม่โทรกูโทรเอง 最终，原本团结的3人在这一刻分道扬镳。为了让护身符的故事更加具有说服力，阿胜盯上了游走在生死边缘的特殊救援队。他激动地告诉莎莎，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他们就可以彻底停手了。就在莎莎为此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时，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紧急呼救，前方道路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阿胜和莎莎2人连忙收拾东西追了上去。凭借高超的驾驶技巧，他们赶在救援队之前抵达了事故现场，然后在现场寻找起来。阿胜的计划很简单，找到一个活口，将他们的护身符放到对方身上。如此一来，他们编造的故事就更加有说服力了。可还没等阿胜将护身符放在司机身上，救护车就先一步赶到了现场，他也只好暂停手上的动作。但阿胜并没有因此放弃。等到司机被送到医院治疗后，阿胜又拿着护身符第一时间找到他，并希望以20泰铢作为条件，让司机在明天的新闻采访中为他们的护身符做一些宣传。只是司机想也没想就果断拒绝了，只因在这场事故中，他的双腿已经彻底失去了行动力，就算有再多的金钱又有什么意义？眼看无法说服司机，无奈之下，阿胜也只能悻悻离开。好巧不巧，就在2人离开时，身上的护身符竟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好心的护士在捡起来后，又正好放在了受伤的司机身边。似乎上天已经开始眷顾阿胜他们。等司机再次醒来时，竟发现自己的双腿奇迹般的能动了。看着阿胜留下来的护身符，他下意识的以为正是这枚护身符显了灵。于是第2天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司机主动对着镜头大力宣传护身符。这款名叫封神符的护身符一时之间就火遍了全泰国。但麻烦的是，警方也加大了对阿胜的调查。为了推销护身符，寺庙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把护身符戴在鸡脖上，并将枪口对准鸡头，扣动扳机，子弹竟意外卡壳。男人调转枪口，砰砰几枪，西瓜却被打得稀碎。于是再次调转枪口，可几枪下去，鸡依然是毫发无伤。人们瞬间兴奋地欢呼着，这无疑是印证了护身符能保命。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枪手只是寺庙特意请来的托。阿胜带着莎莎上门拜谢，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เราเอาเงินที่ตกลงมาให้อ่ะค่ะ พี่ไม่เอาพี่ก็แค่หยิบพระมาเฉยๆไม่ได้มีข้อตกลงอะไรกับพวกน้องนี่ แต่อย่างน้อยพี่ก็เอาเงินไปซื้อรถคันใหม่ได้นะคะ นี่พี่จะบอกอะไรให้นะที่ขาพี่กลับมาเดินได้แบบเนี้ยเป็นเพราะพระองค์นี้มันไม่ได้เกี่ยวอะไรกับน้องเลย งั้นไม่รบกวนแล้วฮะเดี๋ยวไปแล้ว น้องยังมีอีกไหมอะพอดีเมียพี่อยากมีไว้บูชาบ้าง
一时间，这款名为封神符的护身符，凭借其神乎其神的功效，被传得家喻户晓。大批信徒纷纷来到普兰市排起了长队，一部分疯狂的信徒甚至还会为了争抢一个购买的名额大打出手。不仅如此，还有所谓的专家出面鉴定，将这款护身符的价格一度炒到了10万块，而它实际的成本不到2块钱。普兰市一天的收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金更是多到要从白天数到晚上。仅仅几天的时间，阿胜他们就凑够了偿还高利贷的钱。而此时的阿胜早已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他计划下一步将同样的营销方式运用到手机壳甚至钥匙串上。但最近经历的起起落落，让莎莎感到有些心生疲惫。他计划在还清高利贷后，就彻底结束这种不踏实的生活。可事已至此，一切都太晚了。这天，牛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而电话那头正是潜逃的阿唐。现在的他不仅被警方通缉，还被神秘杀手追杀。作为曾经的合作伙伴，他希望牛班能拉自己一把，给他50万泰铢作为跑路费。心软的牛班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端。第二天，贪得无厌的阿唐就再次找到牛班，这一次他甚至还带来了武器，开口就要300万泰铢。มึงต้องเข้าใจตรวจตามล่าไอ้เงิน500,000ที่มึงให้มากูไม่พอใช้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牛班也只好答应下来，却也坦言300万并非小数目，这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凑齐。走投无路的阿唐，如今也只能寄托于牛班这根救命稻草。随后，牛班便将阿唐带到了郊外的仓库安顿下来。而他之所以愿意帮助阿唐，更多的还是因为他认为阿唐这人本性不坏，尽管先前拿枪威胁过自己，却也知道阿唐绝对不会开枪。如今牛班很想知道，要想这阿唐与死地的究竟是何人。ผมขอถามหน่อยเถอะนะไอ้คนที่น้ากลัวเนี่ยเป็นใครกันอะ เองอย่าไปรู้เลย ก็เผื่อว่าจะช่วยอะไรได้ไง มึงจะมาหลอกถามกูเลยมึงจะส่งกูไปตายใช่ไหม 好奇害死猫，阿唐越是不愿意说，牛班就越想知道背后的真相，无论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阿唐。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偷偷潜入了普兰市，想要弄清楚阿唐究竟在为谁做事。在住持的房间一顿翻找下来，他找到一份捐赠名单，而名单上的名字竟全是政府议员，这背后似乎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为了弄清楚，牛班试图唤醒住持，希望住持能告诉自己阿唐在为谁做事。但住持的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根本说不出话，只是用手指向桌上的照片，这也让牛班更加蒙圈。他本想继续追问，身后却突然传来了脚步声。เอาโยมเกศมาทำอะไรเหรอสวัสดีครับงั้นนั่งคุยตรงนี้เถอะให้หลวงพ่อท่านได้พักผ่อน 对于眼前这个艾卡法师，牛班十分信任，他将关于阿唐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แล้วเขาทำร้ายอะไรโยม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ปล่าครับดีแล้วโยมใจเย็นเอาไว้ก่อนตั้งสติอย่าผีผามหลวงพี่ครับหลวงพี่พอจะรู้ไหมครับว่าแต่งเขาทำงานให้ใครครับขอโทษนะโยมเกมอาตมาช่วยอะไรไม่ได้มันไม่ใช่กิจของอาตมา既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牛班也只能悻悻离开。第二天一早，多尔法师就将莎莎带到一个角落，说出了压在心底已久的想法。 อาตมาตัดสินใจแล้วว่าจะศึก ทำไมอะคะหลวงพี่มีอะไรไม่สบายใจปะคะบอกเดียก็ได้นะคะหรือว่าจะบอกวินหรือจะบ เพ อก ราะ ไอ้ อาต กิ๊ มา ก รักโยมเดีย 面对大师这番突如其来的表白，莎莎顿时有些摸不清头脑。但她实际上是喜欢阿胜的，所以想也没想就果断拒绝了多尔法师。而在普兰市的另一头，阿胜的好日子也快要到头了。他被母亲强拉硬拽带到了这里祈福，母亲还特意给阿胜买了市面上最火的护身符。阿胜一眼便认出那竟是自己生产的那款，他想也没想就让母亲退掉，但母亲却执意认为这个可以保护阿胜平安，甚至还能让他的父亲回来。母子二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而就在这时，大批警察带着逮捕令找到了阿胜，莎莎也未能幸免，都一同被警方带走。实际上，先前那则关于卡车司机的新闻播出后，警长就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第一时间找到了那个司机。一开始，司机还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的双腿能够痊愈，都要归功于护身符。眼看司机不肯说实话，警长索性直接掏出一包毒品，并声称这是从卡车上搜出来的。在威逼利诱之下，司机最终说出了实话，将出事当晚阿胜和莎莎找过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警长立马意识到这是阿胜等人在利用信仰骗钱，于是才将几人抓了起来，就连多尔法师也不例外。面对警长的问话，尽管刚刚经历过表白被拒的失落，多尔法师却依然为阿胜和莎莎说话。 อาตมาก็ไม่รู้เบื้องลึกเบื้องหลังอะไรเรื่องพวกนี้นักหรอกนะแต่อาตมาเชื่อว่าทุกคนไม่ได้มีเจตนาที่ไม่ดี 眼看多尔法师油盐不进，警长便将目标瞄准了阿胜，却没料到阿胜这块骨头更难啃。他在回答问题时显得滴水不漏，毫无破绽。警长见状，索性将先前和司机的对话放了出来，但听到这些的阿胜却依然显得十分淡定。 รู้จักการโฆษณาปะเวลาเราทำโปรดักต์ออกมาเนี่ยเราก็ต้องทำมาร์เก็ตติ้งเราก็ต้องหาดาราอินฟลูเอนเซอร์เซเลบมาโปรโมทสินค้าของเราคุณคิดว่าคนพวกนั้นใช้สินค้าจริงป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ารที่คุณบอกว่าสิ่งนี้มันคือการหลอกลว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สินค้าทุกอย่างบนโลกแม่งก็ผิดกฎหมายข้อนี้หมดละ มึงให้คนเตะเลยนะกูชอบว่ะคุยกับมึงสนุกดีไอ้มารศาสนาของศาสนาแดง ก็เรื่องปกติปะถ้าเรื่องนี้ผิดกฎหมายจริงอะ
จับไว้เหรอถ้าคุณลองมองว่าวัดก็เป็นหน่วยเศรษฐกิจหน่วยหนึ่งที่มีเงินเข้าเงินออกโปรดักก็คือความสบายใจใครเชื่อก็ไปใครไม่เชื่อก็ไม่ต้องไปคนรวยบริจาคมากคนจนบริจาคน้อยมันก็ไม่ได้มีใครถูกบังคับปะ ก็ถ้า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มันเข้าวัดทุกบาททุกสตางค์มันก็ไม่มีปัญหาแต่นี่มันไม่ใช่ไง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มันเข้าที่พวกมึงอย่างเดียว谈话间，警长再次掏出一张 A4 纸，那是先前艾卡法师让牛班签署的住持助理的任命书，如今成了他们敛财的有力证据。事情的发展似乎到了绝路，而此时的牛班也陷入一个巨大的麻烦。他提着凑齐的300万泰铢，刚赶到阿唐所处的仓库时，就发现阿唐早已被人杀害。被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阿唐死在牛班的地盘，并且还只和他接触过。不想被当成杀人凶手的牛班慌忙的逃出仓库，不多时又得知了阿胜被逮捕的消息。走投无路的牛班此刻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在这时，收到一条艾卡法师发来的短信，牛班就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没有做任何思考，便调转车头赶了过去。只是刚一见面，艾卡法师的话就把牛班惊在原地。ว่าโยมมีวิธี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กับเขายังไง หมายความว่าไงครับ โยมจะปล่อยให้เขานอนแบบนั้นเหรอ หลวงพี่รู้ได้ไงหลวงพี่ฆ่าแต่งเหรอ โยมแต่งเขาอยู่ในที่พักของโยมอาตมาจะเป็นคนทำได้ยังไง ทำไมถึงทำแบบเนี้ยเป็นพระไม่ใช่เหรอนี่มันคือ นี่โยมกำลังกล่าวหาว่าอาตมาเป็นฆาตกรแล้วพวกโยมล่ะพวกโยมเป็นคนเริ่มเรื่องทั้งหมดนี้เองนะถ้าเทียบว่าวัดเป็นบริษัทโยมแต่งเขาทำให้วัดของเราเสียหายก็สมควรโดนไล่ออก ไม่ใช่ไล่ออกครับมันคือฆ่าคนน่ะแล้วที่หลวงพ่อกิ้วเป็นแบบนี้ก็ หลวงพ่อท่านสุขภาพไม่แข็งแรงมานานแล้วอายุเยอะโรคก็เยอะมันก็ปกตินะโยมแต่พวกโยมเนี่ยที่เข้ามาทำอะไรให้วัดของเราตั้งมากมายผลงานของวัดทั้งหมดเนี่ยขอบคุณพวกโยม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โยมลองคิดดูดีๆนะเพื่อนของโยมถูกจับส่วนโยมที่เป็นวัยยาวัชกรของวัดก็กำลังหลบหนีจากหลักฐานทั้งหมดเนี่ยโยมจะหาทางหนียังไงหรอมึงต้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อยากได้อะไรบอกมาเลยนะแต่ อาตมาไม่ได้มีเจตนาเล่นงานพวกโยมเลยนะทั้งโยมวินแล้วก็โยมเดียด้วยอาตมาชื่นชมใน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ของพวกโยมตลอดอาตมาก็แค่อยากให้โยมเนี่ยช่วยกันเผยแพร่ศาสนาให้มากขึ้นไปอีกเผยแพร่แล้วมันได้อะไรเนี่ยเพื่อช่วยเพื่อนโยมไงให้ออกมาจากคุกพวกโยมนะแค่ต้องกลับมาทำงานที่ตัวเองถนัดกันต่อเหมือนเดิมแค่นั้นแต่ว่าคราวนี้พวกโยมต้องทำในรูปแบบที่มันใหญ่ขึ้นเค้กที่ต้องแบ่งเนี่ยมันก็จะก้อนใหญ่ตามไป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คราวนี้พวกโยมจะต้องเข้าไปบริหารวัดประจำจังหวัด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างๆก็จะน้อยลงอาตมามีแบ็กดี而与此同时，警局里，警长本想看看阿胜还能玩什么花招，却不料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原来是局长要求他立马放了阿胜等人。尽管如今手上的证据已经足够定罪，但局长却也无可奈何，因为保释的人是他也忍不起的存在。收到保释书的阿胜同样一脸疑惑，但还是爽快的签了字。在确认警察的确不管自己后，阿胜才带着莎莎离开了警局。路上，莎莎将多尔法师表白的事情告诉阿胜。พารอนเขาบอกรักกูนี่มึงรู้อยู่แล้วเหรอนี่ก็อยู่ในแผนของมึงด้วยใช่ปะ กูคิดว่ามึงรู้อยู่แล้ว มึงคิดว่ากูจะอ่อยพระเหรอมึงบ้าเปล่า阿胜刚要去追生气的莎莎，就被一个神秘男人挡住了去路。二人被带到一个中餐厅，穿过热闹非凡的大厅后，又被带到一处僻静的房间。而邀请他们的人，正是先前为普兰市捐赠的女议员牛班，也被提前带到这里。三人面面相觑，都想要知道眼前这个权倾一方的议员究竟想要做什么。议员表示，他之所以保释阿胜，是想让阿胜三人继续经营寺庙，而最重要的是继续销售护身符。他曾经尝试过找更大的寺庙，找更出名的僧人代言，却依然没能达到如今这种效果。他希望阿胜三人成为自己从政路上最坚实的经济堡垒。直到此刻，所有人才恍然大悟，阿唐曾经就是为议员工作，而艾卡法师也同样如此。就连现在只吊着一口气的住持，如今这般模样，也是出自艾卡法师的杰作。其实小编说漏了一点，就连高利贷公司也是议员的手下。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像是一个圈套。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客，受人尊敬的法师，却在背地里做着见不得光的事。眼看阿胜三人沉默不言，议员便吩咐手下上了一道硬菜。当盖子被打开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忍不住后背发凉。那正是阿唐戴着金表的那只手。ยังไงดี在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后，议员便若无其事的大快朵颐起来。阿胜刚回到家门口就被警长堵住，不过这一次警长并不是来抓捕他，而是直接提到了阿胜失踪多年的父亲。警长表示他知道阿胜父亲的线索，但作为交换，必须将议员和法师的丑闻以及背地里做的伤事全部告诉他。很明显，10几年前父亲的失踪背后必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切或许都和女议员脱不了关系。一边是探寻父亲失踪的真相，一边是女议员
员赤裸裸的威胁。阿胜此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中，他只能靠着酒精来麻痹自己。这时阿胜突然注意到被酒水打湿的玩具，那是小的时候父亲送给自己的。他突然意识到这个玩具里面或许就藏着什么秘密。他小心翼翼地将里面所有的纸条都掏出来后，果然在最下面找到了一张父亲给他说的话。 วินไม่ต้องเชื่อในสิ่งที่เราเห็นทุกอย่างนะลูก 这部剧到这里，第一季就算是完结了。在故事的结尾还留下了一个悬念，想必会在第二季进行解答。《绝妙骗局》不仅是一部精彩的犯罪悬疑剧，更是一部关于人性信仰和生存的启示录。它敢于撕开现实的伤疤，敢于直面人性的黑暗。总而言之，《绝妙骗局》是一部题材大胆、制作精良、内涵深刻的泰剧。它并没有迎合大众的爽剧套路。如果你喜欢高能反转的犯罪剧情，喜欢细腻立体的人物刻画，那么《绝妙骗局》绝对值得一看。看完这部剧，你或许会对信仰有新的理解。 对人性有新的认知，也会在喧嚣的世界中多一份清醒和坚守。